听过峡谷在你脚下怒吼的声音吗？精神培训中心，跟五花肉一样的这种岩石纹理。悬空的栈道了，悬崖绝壁上，我去，这路副降一把，一片惨白，是不是特爽啊？请留意返航位置。山巅、峡谷、森林、瀑布，它能呈现给你的有很多。进什么妖怪洞一样，好凉啊！回到山西了。但只有你真正踏足这里，也许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太行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 Rock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我们每次出门最头疼的不是这些摄影器材、包啊、衣物啊什么的，而是我眼前这一大堆的鞋子。尤其是我们这次要去的南太行，既有开车自驾，又有 City Walk， 还有徒步，但是能够携带的行李是有限的。那一双在所有的这些场景下都适合的鞋子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这次化繁为简，只带上了这双 Fuga 的 EX3， 它号称是专业跑山鞋里边的6边形战士。像我们这次的轻徒步，当然也可以轻松拿捏。300克的重量，透气不闷热，全掌 V8 Mega Grip， 湿地止滑大底，超强抓地力，超厚回弹中底，暴走不累，而且男女同款，我和搭子一人一双，颜值在线，拍照也百搭。所以让我们赶快穿上它，开启我们的南太行之旅吧。代排队停车30每次，这也是一门生意了。现在这排队看不到头啊！胖母准备的热水吧，这都是。距离这儿还有1公里的地方，车辆排队花50块钱，有人给你代排。这100%是南太行徒步的，无论是自驾还是徒步的一个集合点，国民级的超市，著名的网红打卡点。胖东来，是的，第一眼感觉也没什么差别呀。其实一路的话没有特别明显的标志写着胖东来超市怎么走。好多这种金陵小鸡汤，但是写的都还挺好的。他把那把手都给你升起来，让你好提。小姐姐已经在这儿强迫症一样的摆东西摆了10分钟了。咱也不是太懂，这一个包的180，不就是一个麻布包吗？你看好多人都在那儿抢。今日消费454.8块，给胖东来贡献了400多。精神培训中心，我去，这是什么地儿啊？这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徒步的起点了。现在是11点了，我们还没出发呢。我们一会儿就会沿着这个峡谷走。你知道路吧？知道，我们有轨迹。下边这个水大吗？不大，这2天没水了。好嘞，谢谢大爷啊。我们上来就是这样的吧？我去，上来就是往这儿。我去。现在有这个蓝的。然后再看远方啊，这山呐，我的天呐！这底下好像是个弥勒佛金像，它是这种的跟五花肉一样的这种岩石纹理，整个岩壁都是直上直下垂直的，90度，一点坡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站的平台就类似于这儿凸出来一块岩石，看到没有，脚底下，然后这块就是一个小平台。下这种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经常会少半只脚踩在这上面就会滑一下，有点滑，然后幸好我们有Fuga EX3，耶！这个插的多自然，是吧？对，它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小瀑布，绝壁上面都是黑色的，应该就是常年的有水，然后一直在侵蚀，变成黑色的。那边那是个什么？上面刻着个字儿“好运”。现在天又下起来小雨了，哎呀，天气之子啊！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面对南太行的断壁悬崖。而它也在开局就给了我们一个王炸。小灵山天梯笔直地挂在90度的崖壁上，一步步向下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缓冲。雨水从天空落下，也开始变得急迫，好像预示着我们接下来的路可能并没有那么顺利。现在开始穿越小树林儿，
还有个黑山羊，刚才突然冲出来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野猪呢，通体黝黑啊。哇，这边又是这种悬空的栈道了。羊肠小道，所以有好多的羊粑粑。哇，他那儿低的都容不下一个人，只能低着头过。但这种路是怎么修出来的呀？我们现在就是行走在挂壁栈道上面，整个栈道都是修建在这个悬崖绝壁上的，扶手是木头的。然后地下这个板子应该是石头的，石板，然后再加上石灰或者水泥什么的，太强了！我一定要给这个修路的点个赞，顺便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。走。看看眼前的这个瀑布，第一站是小王，第二站是大王。对，后边是不是有4个2、4个枪等着我们呢？然后天下着雨，然后雨也是越下越大，然后还有就是空气中飘散着羊屎蛋的味道，但是我有点饿。返航点已刷新，请留意返航位置。同样的天梯，因为建造方式和材料的不同，展现出另外一种气质。我们钦佩的并不是这条路本身，而是那些在绝壁上开路的人。究竟要怎样的毅力，怎样的勇气，才能在这里留下天路，让大自然的血与人类的心血在这片石壁上汇成同一种奇迹？我们徒步南太行途成了探险，下雨增加了很高的难度。我去，这路，看这种木头一定不能在下雨的时候一定不能踩中间。我的天啊，荒野求生啊！你看我的手掌。我们刚才就是从这个栈道上下来的，对，山顶上。这地儿适合速降一把。啊！看看我眼前这么大块五花肉上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要顺那个峡谷，接着再往那边走。今天的行程估计还有10公里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我们一会儿见。这个白色雨披好像个大峡呀。又需要过河了，听说要过4次河，这是我们第2次过河。我感觉我们这过河就跟跳五子棋一样，得反复横跳，一会儿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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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徒步生生搞成攀岩，它在山顶上云雾缭绕了，已经开始仙气飘飘。我靠，下雨的徒步真的像渡劫一样。前面基本上就河谷这样的景色，无人机现在下的雨太大了，也不敢飞了。然后让我们看看前头还有什么吧。今天晚上不知道几点能到了，祝我们好运吧。哇，我有点担心了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这儿应该就有信号了，因为这儿有个扫码付款，竟然接了个电过来。终于出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小红车还走不走。没有人了啊！哎，这个人呢？说这个车还能去吗？往西连那块儿？那几个人？2人。哎呀，我们终于是下来了。拍到的最美的画面就是这儿有溜车，还有司机师傅。这是什么样的大片都没办法跟这个画面相比。我的天哪！外边还掉着个毛毛雨，倒是不大了，不知道一会儿怎么着。补充能量，这饼挺香的，葱香饼。
我们刚从西连出来，然后进行第2天的徒步。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仙境一样的地方。整个山谷里头全部都是这种云雾，特别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特别的美，跟仙境一样。本来昨天疲惫的不行，但是早上起来看到这样的美景也值了。你看它所有的山都是飘在云雾之间的，现在云雾里头生出来山一样。哇，这个沟子，我的天哪！经历了昨天一整天的雨，今天的南太行云海如约而至，谷底雾气翻涌，山顶白云遮日。我们行走在山巅，就像误入了一座仙宫。在虚和实之间，南太行不再雄伟，只剩柔情。瞬间这边的雾，我这是瞬间妈也拍不着了。整个大雾把山谷全都给填满了，雾气上来之后，就有股哀牢山的原始森林的感觉。但接下来的这场大雾，似乎想要完全断绝我们这次徒步的所见。此时的南太行只剩下静默。一般的我们捡蘑菇会遇到好多的这种不认识的品种，然后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虫子吃就没事儿。哇，是不是特爽啊？哦，这么多蘑菇，野生的。涂着布，然后就看到了巨大的一堆蘑菇，结果就走崩道了。昨天涂了10几公里，现在它也没反应了。特别的苦。哇靠！看前面这块，我感觉要进什么妖怪洞一样。现在已经是12点半了，然后我们还是没有到老龙口，因为走的比较慢。中途我们的蘑菇小仙人又采了一会儿蘑菇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太行山的这个雄姿，却看到了这种迷雾森林，也是特别好看的，也是另外一种意境吧，另外一种感觉。所以看见什么风景就拍什么风景，然后就给你们看什么风景。我走到这儿感觉真的是跟魔幻森林一样。现在这是一个大断崖，一个大石头上，那边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咔咔咔咔有山，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一片惨白。上面能听见上面有2种动物在打。在迷雾森林里头传出来这种动静。哎呀！妹妹，给个面子吧，吃一口我手里的。不搭理我，我要是有羊的腿脚就好了。这是一条修仙之路，不知道通向哪个天上宫阙。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人生照片打卡处了。我们对面现在就是老龙口瀑布，我现在应该是能够听到它呼呼呼呼的瀑布声在奔流之下，特别特别的壮观。如果是在好天气的情况下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。哇，我的瀑布呢？哪儿呢？
你别说看到全貌了，连个影子我都看不到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大好河山呢？这个名儿就是消失的老龙口。对，消失的老龙口。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，选个好天气。虽然天不遂人愿，但是这2天体验下来，我脚上的这双福嘎 EX3确实很稳。2天的徒步下来，脚也非常舒服。我认为是应付这种中低海拔的轻度穿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昨天相信大家也看到视频了。全天的天气都是小雨，所以路面非常的湿滑。但是实际体验下来 ，EX3 的这种全掌微底设计非常的稳，抓地力很强，基本上我们全程就没有打滑的时候。还有一点就是 EX3 有一个2段式的鞋带设计，可以稳稳的锁定你的前脚掌，有效的防止下坡黑脚趾。我们幸亏有这双福嘎 EX3，让我们昨天渡劫，今天才能修仙儿，才能在这样的大雾里头给大家拍什么也看不到的视频。没办法，旅行就是这样，你出来碰到什么样的天气，你就看什么样的景色吧。我们现在身后就是老龙口瀑布，它的上游，因为下游我们实在看不见，刚才是在那边看到的全是雾，但是在这边的话就看到的是它的上游，相当于水从这个位置直接倾泻下去了，顺着这个沟倾泻下去，然后形成一个大的瀑布。我去！很遗憾，我们没能见到那条曾经登上国家地理封面的老龙口瀑布全貌，但仅仅是上游这段奇石奔涌而下的水势，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它的磅礴和震撼。或许遗憾是必然的，但我想终有一天，我们会亲眼见证那一幅壮丽的景象。在老龙口瀑布这儿有个猫，不知道谁家的呀，过来净找我们要吃的。趟道去了，水流急吗？我靠，我感觉我们怎么有点像要被困到这儿了呀？目前已经找了3条路了，都不行。这儿是水流比较缓的一段了，但是不知道有多深。一定要踩实了，摸你大腿了。这一下裤子湿了，这已经是最浅的一段了。啊？那就没事了哈。咪咪啊，我们河都过不去，你能帮我们过去河吗？你又过来了，没有吃的，给你吃的你也不要。哦，这水好凉啊！看我身后这条河了呗，过到这儿了已经，太深了这个，而且水特别凉，现在，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晚上了。哎呦我去！雨季，尤其是我们这几天连续下了好几天雨。老龙口这个瀑布上边这儿的话，你要过河一定要非常小心。再要提醒一句，户外有风险，不要轻易尝试。我去！哇，看我哪个顶上这个？这要是白天，肯定好看。山西灵川暴走村，这到山西了，应该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我看看你那个是到松但这个的话，你可能你得绕一下往这儿，看了吧？你得往这儿绕一下。应该不会涉水了，过个河。我靠，是不是这儿啊？这是观光电梯。那我们现在大概是8点左右了，到了一线天的这个电梯，一线天的电梯这儿。你们到哪里去？我们出八里沟。出八里沟啊？几个人？2人。2人到八里沟啊？啊，一会儿去那个呢，一会儿去到那儿再说吧。啊，行，那您过来吧，帮我开一下电梯吧。啊。啊，好。是。啊，我们要离开八里沟了。今天的天特别的好。
都说巍巍太行800里，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南太行。虽然我们前2天的徒步，第1天经历大雨，第2天经历大雾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但是今天第3天，我们是要用自驾的方式，也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打开太行最美的这一段。我们这个全程应该是沿着太行1号旅游公路，一直往北走，希望我们能拍到南太行前2天我们没有看到的最壮美的一面吧。前2天的阴霾终于在今天彻底散去，南太行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面纱，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沿着太行大峡谷一路向北，山川流下的水汇聚成碧绿的江河。车子行驶在山巅和谷底，与云并肩，又与水相随。从高处到低处，从壮阔到细腻，南太行这一次把最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递到我们眼前。不知道能不能听到，反正所谓的音乐公路，就是你车经过的时候，当当当当当响起来一种类似于钢琴的声音，但是也没什么节奏。这个景点你们评价一下吧。不知道这是不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高老庄？猪八戒感觉特别的废土风，赛博朋克版的。事实证明，景点还是野生的香，又没有人打扰，而且观景的位置特别的好。这是一个伸出峡谷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孤岛吧，四面全都是这种悬崖绝壁，垂直上下90度的，在这儿你可能才能领略到什么是太行山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是不是给大家上航拍了？滴滴滴滴滴滴哒哒。纠正一下，滴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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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。一个也没在调上，一共几？滴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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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，10个调，跑了9个半。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种方式的穿越南太行？徒步留下了遗憾，自驾带来了完整的风景。可无论是云雾遮蔽还是峡谷尽现，南太行都只是把它微小的一角让我们窥见，而真正的壮丽，我想总是需要下一次才能遇见。